看到了我报了什么东西，大概也能猜出来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可能是做什么的。OK， 说的对。然后我叫李元庆，想和大家分享是什么样子呢？是一个以前做过天上飞的，做过地上跑的，做过水里游的，从底层的自动原理控制一直干到了机械设计，从软件的 AI 一直做到了硬件架构的芯片设计，是一个机器人的全站工程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机器人和一个少年一起成长的故事。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张图有什么样的感想？可能看到的是一个乱七八糟的车，然后瘫乱在那里。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事情是，爸爸在我出生以前就是开 4S 店的，所以在我出生之后开始有了记忆之后，我看到的车都是这样子的：嗡鸣的发动机架在机架之上，曲轴啊、避震啊散落了一地。到后面再看到的事情是，我看到车仿佛有了 X 光眼一样，能看到的事情是它的仪表盘、它的方向盘、它的阿卡曼角，看到了大多数底层的细节和执行的方式，感受到了机械的魅力。直到后面我再到研究生的时候学了 robotics， 本科的时候学了机械，辅修了人工智能。所以对机器人在看的时候感觉像是什么样子？当我看到手上拿到的麦克风，看到前面的灯光，感受到现在热热的空调，我最多的感觉就是我能看到芯片控制的逻辑，总线中流通的信号，传感器的输入输出和每一个机械结构跟这个世界表达的物理意义。当然了，后面可能有点更走火入魔了。当走在路上看到天上飞的鸟，感受到的是什么样子呢？是一个全可控翼面加全感应翼面的复杂扑翼机的设计。当然这句话有点小小的装逼了，只是为了嘚瑟一下我的学业素养。再回到家的时候，其实会看到我的猫咪，看到猫咪的脊柱是一个非常棒的节律的仪器，完美的平衡着节奏、发力和它的平衡性。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机器人的开发者是什么样子。大家能看到这张图片里，感觉这个帅帅的少年，没错，是我。然后在做着精巧的机械建模的设计，在做着总线的通信协议，在做着复杂的数学的运算。但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这张图片是一张摆拍，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个样子。更想给大家看到的，其实机器人开发者真实的样子非常像这张图片。这是一张来自于肇庆国际赛车场，我和我的伙伴们在凌晨2点，顶着40度的温度，感受到的是刺眼的车灯的灯光，在那里不断的做着细节的机械的打磨。大家感觉到很酷是不是？其实在做的事情是调节每一颗最小的螺丝，也就是大家说的打螺丝。其实非常非常幸运啊，我觉得恰好经历一个 AI 时代的发展和一个机器人快速技术迭代的时代，我们能看到以前那些4足的小狗慢慢的开始变成了小人，小人慢慢有了大的脚板，站得越来越高。再往后，像老奶奶一样，大家有时候会说看到头感很重的机器人，就这种快速踱步，然后疯狂在行走的机器人。再往后一步，我们看到了站得越来越直，像人类一样能够昂首挺胸，在多地形行走的大的人形机器人。我再给它上个电。其实也想给大家看这张图片，大家能看到哈，中间那个可能看不清，但中间那张表情非常狰狞、面目非常可怕的人就是我。当时是因为抱了一个50千克的机器人，很重很重，超过大家的想象，因为并没有很好的着力点。但其实想跟大家说的事情是，真的只有抱到这50千克机器人的时候，感觉是这个样子吗？其实不是，在无数个开发机器人的日日夜夜里面，感受到的是非常非常多的痛苦，走不通的路径，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无限的沮丧。那大家可能会问到说，元庆啊，为什么那么痛苦，你还想去做机器人，你还继续去做机器人？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Hello， 对，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喜欢是什么？喜欢是你不断的拿到正向的反馈，大家的鼓励、夸奖，你一直去做的事情。但热爱是什么？热爱是你无论遇到什么样负向的评价，大家的批评，还是什么样技术上的失败，你一直坚持去做的事情。谢谢。其实除此之外了，
我真的很幸福的事情是，我记得第一次让机器人张开双眼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记得机器人第一次听见我说话声音的时候，我也记得我亲手把我训练的 AI 大模型部署到机器人身上的时候，那是一个生物赋予一个生灵智慧的时候。所以很幸运了，大家最后能看到我有一些不错的机器人的展示出现在了每个人的视野里。前面也跟大家聊到，提到了一个东西叫做智慧。那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于超能查派的一张电影的截图。我们人类可能很多时候都会来问我说，哎，元气啊，想问问你，这个机器人未来会不会产生意识？其实 AI 的本质是什么？ AI 的本质来自于数据的压缩和概率式的输出。当然这个是一个技术的结构。大家会问说，哎，那潜意识怎么来的？我想跟大家说，意识的产生，人类意识的产生到现在还没有答案。但其实 AI 的提出者叫图灵，他在不久之后就提出了一个类似于图灵测试的东西。那么图灵测试是什么概念？就是当你站在一个屏幕前，你去跟一个不知道是人还是机器人的东西唠嗑，跟他唠50分钟。当你发现你没办法区别出来对面是一个机器人还是人的时候，那么可以说这个机器人通过了这场图灵测试，也就是说明它可能有了一样的意识。当然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当我们把我们扔在一个环境里面，有一个机器人和你有一样的动作，有一样的反应，说着一样的话，做着同样的事情，那么是不是这个机器人其实可能和你有了相似的意识？是我们现在身边围满了手机、电脑，大家的家庭里慢慢出现了扫地机器人，工业场景里出现了大量的机械臂。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我们试聊机器人真的是只有人形一样的机器人才叫做机器人吗？其实不是。当我们看到一个设备具备了感知、规划、执行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机器人。所以机器人已经很多次、无限次的出现在我们生活里的每个角落里了。但是未来是什么样子呢？是我们让机器人陪人类一起实现让人类成为跨星球生存的物种，而不是一场地震、一场火灾、一颗陨石邦击砸在了地球上，我们人类这个非常辉煌的人名就此湮灭了。还是说以后让机器人和我们一起作诗、一起作画，陪我们一起玩好玩的东西，把我们人类最富有梦想、创造力的事情分享给机器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我想跟大家说，我们在这个时代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节点最关键的见证者，也是他的决策者。我们机器人是怎样出现，如何出现，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我们每个人都是每一个节点最重要的见证者。最后了，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张图片，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好，3、2、1 ，OK。其实想说的事情是，分享一句话：万物皆有灵。让技术回归技术的本质，机器人还是机器人，机器人也还在那里。谢谢大家。